回忆总历历在目，陪伴我沿途每一步。吹进了风霜寒暑，颠沛的思念却更坚固。伤痛月光照在彼此肩膀，就算天各一方，也能记在心上。披风过往，满天星河是你的远方，人海茫茫，心跳为你变滚烫。任命运在摇晃，翻不出我手掌，让等候和遗憾远却过在更难，让孤影找到对的人一场。28年销量领先，南孚聚能环3代邀您收看《燕归西窗月》。怎么？你要带官家教训我？我是谢小满的师兄，也是小满的故交。既然有救，从文便要护着。女子名节为大，不知郡王爷是以什么名义扣下的她？什么名义？官有正法，人从私契。谢家女小满与巨鹿郡王府签订私契，约为女使，为期2载。什么？谢小满与我签了契约，便是我家女使。怎么？李师兄连我的家事都要管了吗？宗文，这丫头自己惹的祸，就是告到严大人那儿，也说不清啊。李兄，郡王正在气头上，请先回吧。明日我将他送回去。今天我就留在这里，明日一早，我送小满回府。这件事，对不住常大人了。改日，必当登门负荆请罪。那小满就劳烦你了。郡王爷，大家还是以和为贵。今日之事，你错了没有？你应当知道，今日对我舅舅来说很重要。你是郡王爷，你有权踩在所有人的头上作威作福，而我只是一个布衣百姓，我说不了什么。既然你毁了我的清誉，好，很好，我也要告诉你，
我憎恶你，我憎恶你不懂得尊重别人，我憎恶你自以为是，我更憎恶你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。你是郡王爷，高高在上，而我卑贱如尘土，所以请你日后远离我。你做你的王爷，我做我的贱民。日后你家的公我一定尽心尽力，但你我再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好，既然你不认错，那便去追远堂跪着，跪到认错为止。夜深露重，这汉臣，小满，小满，小满，当年官家无子，汉臣5岁的时候，就和哥哥一起被接入宫中，名为养子，实为东宫。但皇宫是什么样子，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。7岁那年，汉臣的哥哥去世于东宫。孝杰哥走的时候，汉臣守着他的尸首1天1夜才被宫人发现。后来，官家有了如今的东宫，汉臣在宫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。孝杰哥去世4年后，汉臣被送出了宫。出宫的时候，他已经11岁了。蒲王子嗣众多，但家中兄弟姐妹却并不和睦。汉臣又幼年入宫，受父母忌惮冷落，不然你以为他为何要来这吴江府养病呢？不为养病，只为躲开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。你能想象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一个幼子，孤苦无依地生活在宫中，出了宫本以为就可以有家人的关爱了，但却更加的孤苦无依。所以啊，他性子乖戾了一些，还望你不要见怪。他有他的苦处，我知道。可怎能因为自己有苦处就去为难别人呢？我也有我的苦处，抱歉。你个傻丫头！
小满，小满，没事吧？今日你不用去学堂了，折腾了这一夜也累了。我已经跟山长先生告了假，我送你回家，免得家人担心了。白鹿书院力学多年，一直想要培养的，便是忠正之士的君子。便该知，古之欲明，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为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正其心，诚其意，致之格物，而后才能平天下。君子量不及，胸吞百川流。故而今日考题，何为君子？汉臣又说不回来了。是，杨山长寄来的信，说是小郡王想在吴江府彻底跟他学完春秋再回来。春秋，他倒是用功，可惜了，他用功又有何用？难不成他还要出仕？给吴江府去封信，用王爷的印章，告诉汉臣。他年龄也不小了，他以为沈家还能等他多久？也该成亲了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听说你那个妹妹前几日出大事了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她还真的是阎王爷不嫌小鬼瘦。以为到郡王爷家做个丫头就能攀得上郡王爷了。背后道人长短，二位的嘴未免也太碎了。我嘴碎？一个小娘子本来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就已经不知检点了，如今竟然还跑去郡王爷家做丫头。咱们书院的娘子们呀，可都是有头有脸又沾亲带故的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唯独她，你们不怕，我还怕他连累我清明呢。嚼本王的舌根，你们俩胆子倒是不小啊。若是在书院里再听到这些话，无论是谁，走的都是你们俩。我有话要问你。他怎么样？你怎么自己不去看他？小满病了，我今日就是来给他告假的。你若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这次算是彻底给人家得罪光了啊！怎么着？打算怎么道歉啊？道什么歉啊？我又没做错。上课去。哎，汉臣。小满的事情且不说，边都又来信了。这次，沈王爷亲自盖印的家书。又逼我回去与沈昭文成婚啊？那也得看人家沈家答不答应了。如今在吴江府这几方还算太平些，若是官家大行，我就是第一个被拿来祭新地的。哎，不是你。
晚上帮我准备些绫罗补品，我有用。这怎么撕了？这是。你来。小满，照我说呀，你就别想了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想那些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听我的，明早跟我好好的去上课，别搭理他们。许监院说了，过2天要办柳宫词会，我带你去放放风。什么柳宫词会？小娘子该你了。柳宫你都不知道？就柳三变呀。每年吴江府的伶人都要办柳宫词会，去年还是从文师兄带着我们书院拔得了头筹。不过去年就是头筹的奖励不太好，听说今年头筹是柳宫亲笔题的折扇。李师兄喜欢柳宫？那当然了。不过今年啊，听闻从文师兄要给祝行手抚琴，他是不能参赛了。可惜，之前从文师兄还说特别想要一把柳宫的折扇做收藏呢。小满，今天我看见赵孝谦。小娘子们，谢家郎君与娘子来了。完了，我娘来找我算账了。巨鹿郡王，你可是给我闹了一个大笑话呀！你舅舅家因为你出了多少岔子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因为你，官商都做不了了。哎呀，别动气，别动气。今儿个一早啊，汉柔就去打点了，无碍无碍。哎呀，本来就是我们家资质不够，跟小满没关系。嫂嫂，哎呀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看看跟这个郡王府的私契该怎么解。哎呀，那份私契我看了，那根本就不能花钱赎。你说要是我们私自解契，万一郡王一动怒，再把小满告到官府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别急，总会解决的啊！那孩子还小，做事情难免拿捏不清，对不对？这小丫头也是，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？要是名节受损的话，你将来怎么办呢？算了，我不管了，这事我也管不了了。本来让你读书呢，就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，没想到你闹出这么大一乱子来，整个吴江府都在念叨你呀。我看明天啊，就让你爹到书院去跟先生说一声，你也不要读什么书了，好好回家给我待着，你就准备结亲吧你。什么结亲？我说，是这样，这苏家呢，还有一个旁支叫苏庭山，在同州帮我们打理铺子，也算是这同州的掌柜啊。他有个少年郎，我们本想啊，这亲上加亲，这样呢，你将来还可以。不结，我说什么我也不结。你想让我结亲，你从来不告诉我；你把家里的地卖了，你也从来都不告诉我。要搬来吴江府去白鹿书院，你也不说。现在你还是什么都不说，就让我退学。我让你读书就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，现在你闹出这么大一笑话，谁还敢娶你呀？读书是为了明理辨是非。什么明理辨是非？你又不是民姑。嫁人之后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，明什么理辨什么是非？我不嫁，你就嫁，我说什么也不嫁。你再逼我，你再逼我，我就去跳河。哎，你小满，小满，你跳，满，真跳！我去问他，快，小满跟上去啊！哎呀，你养的好闺女。哎呀，那就不是你闺女了。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小满，小满，小满，我不想嫁人。我知道。我也不想离开书院。我也知道。你说，若是我能拿到柳宫折扇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找李师兄帮忙？我娘她肯定会听李师兄的话。如果李师兄愿意出面帮我说的话，我是不是就还可以读书了？我是可以带你去柳宫词会，但只有男子可以参加。
我们是不能参赛的。哎呦，这么好的绸子又可惜了。看看胭脂啊！哎，你说说你啊，商务不是厉害着呢吗？啊，这倒好，提这么一堆东西，不知道还以为你登门求亲呢。闭嘴！那我问问你，你要不要进去？我什么？别耽误老板做生意啊！赶紧走！哎，谁说我要道歉了？你道歉，我自己走。别愣着，是啊！你们这大包小包的，是要去干什么呀？哦，还不是严伯阳他爹过寿，去祝寿，是吗？啊，是吧？哦，那这胭脂水粉是？啊？我看看啊，我看看，是的，家父有一些爱好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哦，赵小千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哎，有些人今天怎么没去我家做工啊？别看我，我从来没向人道歉过，我也不觉得我错了。可是，我不想让你生我的气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是我傻了吧。看到你生气，看到你难过，我就不舒服了，特别不舒服。你不会还在为桃花酥的事情生气吧？对啊，气得要死。哎呀，本王给你赔礼了。我给你看看手相吧。你还会看手相？那可不，我会的多了去了。以后你家要是下田插秧，也能找我。我看看啊，你呀，就是死鸭子嘴太硬，但是人还不算太坏。然后呢？有时候有点小孩子心性，把人伤了也不知道。不过我明白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还不太懂。以后多做一点好事，太上老君会原谅你的。怎么着？你这本事还是跟太上老君学的？我是太上老君座前小童子。如果你要是再欺负我，就告诉我师傅，让他下辈子把你变成一头老牛。那做工的事儿，做工的事儿你放心吧，我们有约书在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。请郡王爷助我拿到柳宫折扇。没问题啊。好。
好久啊。小公爷，卞都来的信。怎么，他博王府还想着让我妹妹嫁给赵孝谦啊？这汴都里面的事儿，小的也不知道。反正最近听汴都里回来的兄弟说，这巨鹿郡王的婚事闹得那是沸沸扬扬。这巨鹿郡王不肯回汴都，这是给沈家好大一个没脸。不过一宫中弃子，还想着娶我妹妹。好啊，既然他赵孝谦不给我妹妹脸面，咱们也用不着给他脸面。这门婚事，明日柳公词会，赵孝谦是不是也去？我沈家最重操行，若是他赵孝谦与那祝行首良宵一夜，你说会如何呀？今天你就是我的书童，别担心，有我在呢。我过去打声招呼，一会儿见。这次咱们的柳公词会啊，然后一定要许久未见呐，汉臣，你长大了。我刚才看见，差点没认出啊。幼时曾随韩公练习掩体，至今都还记得。当时您嫌我太调皮，差点就不想教了。哎呦，韩姨老。韩姨老当年也曾教过我掩体啊，还曾说汉臣虽然顽皮，但笔法却比我通透啊。哎，你真的要帮从文师兄赢折扇啊？会不会太难赢了？啊？你要赢柳公折扇给李从文、李肃啊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许告诉别人，要说我打你。行，不说出也行。那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李从文吧？亭子已经定好了，春晖亭，大家都快过去吧。为了上学，走。哎，伯阳，汉臣呢？啊，来了。这里是飞花令的规则。这一次柳公词会共有2重规则，一是飞花令，二是作诗。飞花令的字是花，大家都按量定顺序依次作答。我们将所对的诗句写下，进行展示即可。我今天不会在这里久留，所以给你们背了一些诗句，大家可以多背一背，多想一想，以免与他人重复。啊？哎，那行舟，行舟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不用理他，他就那样，乖张的很。行舟啊！哎，你怎么能拿钟子妍的钱袋呢？此言差矣，我这怎么能是拿呢？我这是帮他装着，回头再给他。切！书童，喝茶。多谢。诸位，咱们开始吧。刘恋亭，孙凯凯。燕子不归春事晚，一听烟雨杏花寒。不错，唐朝大诗人戴叔伦的《苏溪亭》。此花
小月亭，神演。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等一下，你别去了，让博阳去吧。博阳，快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笨手笨脚的，别把我笔墨给毁了。就让博阳去吧，你歇会儿。哎呀，我爹还在呢，我不去。你还是我伴读呢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今天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伴读？咱俩不是兄弟吗？是兄弟啊，所以才帮我忙啊！快去快去，去啊！这一言博阳，婆婆妈妈，这能行吗？有行舟呢，放心吧。春晖亭赵孝谦，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这小子字儿还是不错啊。刺花。爹，汉琛今天叫我来，他不是那意思啊。你做得对，啊？我说你做得对。现在呀，朝廷的局势是一天一个样，你呀，就该像今天这样，为自己多筹谋筹谋。别人说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儿，自己的前程自己挣。啊，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汉琛那可是兄弟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犯傻了不是吗？人家是郡王，你想跟人家当兄弟，你得看看自己是什么材料。不是爹，哎呀，这个好了好了好了，去忙吧，去吧。听闻西边来了一位公子，自称嫩草堂主，可帮人写诗，只需1两银子。如今有不少郎君娘子都去找他呢。哟，这不是严家二公子吗？什么时候跟咱们一样，干你这小厮的活了？哎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严家二郎本就是小郡王的伴读，人家讨得郡王爷开心，人家有大前程，跟咱们呀不一样。说什么呢？嘴巴放干净点儿。小书童，啊，过来。请喝茶。我不喝了，哪有郡王爷总给小厮倒茶的？怕什么呀？我之前还给赵毛问，为什么？啊！你别管了。东西给你放下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博阳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去看看。振之，振之，他怎么这样啊？振之，到底怎么了？嘿，你这不阴不阳的，今天大家一起来，最后一轮都还没做完呢，你一个人走算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走，还让你拿我当书童使唤是吧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今天认清了形势，做个明白人罢了。话儿给您带到，郡王爷，清明山景您玩好啊！你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，郡王爷这么看重柳公词汇？
这小满想要折扇，大家不都在帮忙吗？小满想要折扇，你傻呀？小满想要折扇是给你吗？那是给李素。怎么，想打我？朝这儿打啊！反正您是郡王爷，您打我我也得受的。打呀！不打。严伯阳怎么了？你要柳宫折扇干什么？你觉得我很傻是不是？觉得我来柳宫词会，帮你赢折扇，你转头送给李素，你觉得很开心是不是？不是。谢小满，你可真厉害！我堂堂巨鹿郡王竟然被你耍得团团转。可以。扎钱，你听我解释。别碰我！小满，你去哪儿？是他带我来的，我必须要和他解释清楚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走了岂不很可惜啊？要不这样，我帮你去找他，一定帮你解释清楚。放心吧。我去了。小公爷，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春意画舫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保证他进去就出不来。不错，去吧。哎，好。哟，阙小满，你来干嘛？啊，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，这严家二郎被困在春意画舫了。这小公爷特地让我来跟小郡王说一声，让小郡王赶紧去救人。你说这严家二郎要是被困久了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赶紧去通知啊！赵小倩，实在是哎，小司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严家二郎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，就是他。这看穿着也不像是宗室公子啊，倒像是个小娘子。哎，行了，拿钱办事儿，走呗。俊俏的小郎君，走吧，喝酒去啊！走吗，小郎君？走了，放开我！我不去。走了，走了。怎么样了？这没找到小郡王，就看到他身边那姑娘了。我让他去通知赵小千，我的身份过去恐怕会遭人怀疑的。不过小姑爷肯定放心，赵小千这次只要进了春意画舫，就算没什么事儿，咱们也能传出点什么，不是？这传出去，他的名声就臭了。好，爷，这不是严公子吗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，在这儿下了3盘棋，愣是不走。哦，送上门的肉啊！我跟他来2盘。杨二郎啊，起来！哎呦，怎么着，杨二郎？咱俩来2局啊？赌钱的那种。来啊，谁怕谁呀？请。放开我，我要出去！哎呀，你这小郎君可真有意思，细皮嫩肉的，哪有进了春意画舫就急着出去的呀？要想出去也可以，只是我们这画舫有规矩，入舫行歌，出舫酒。你若是饮上这3杯呀，我们便放你出去。我不喝酒。不喝呀，那可就出不去了。我就不喝，放开。那好啊，那就别出去了。反正今儿啊，咱们要玩到明天早晨呢。对，来，行，我喝完了。
让我出去吧。还着什么急嘛？还有2杯呢。哎，朱行手出来了！朱行手，是吧？哎呦，看看这小哥呀，怕是看上咱们朱行手了。朱行手可不是小郎君你轻易能看上的，人家呀早就跟李素李公子呀情投意合了。听闻前几日你向常大人求了兵马，去郡王府了。是为了你们书院的一个小娘子，谢小满。是，在渔阳里时，我与她有过一面之缘，是个好孩子。你身份特殊，汴都有多少人盯着你在吴江府做的事，怎么还如此妄为呢？况且那位还是个小娘子，你如此做事，对人的清誉也不好。她的事，日后还是不要再管了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放心吧，日后不会了。从文，若是日后我离开了，你身边便无人再督促你了。到时候，你切莫要谨慎行事。燕娘，你最近为何总是3番5次提起离别之事？旁的我都可以应你，只是不要再提离不离开。只是我的身份。脱籍之事，我已找了常大人，他应允助我，不日就会有结果。望尽半山，物是龙图望，你待怎一线，如何想？未随风云变，真不自由狂荡，何须乱得丧？才自此人，此时百亿清香。烟花下墨，一月丹心平常。心有意中人，看寻访，皆能恢弘一翠，不留是平生长。清晨都已香，人把浮名换了肩杆低唱。况且那位还是个小娘子，你如此做事，对人的清誉也不好。她的事，日后还是不要再管了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放心吧，日后不会了。连李师兄都不帮我了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问明月可否曾看见天涯另一边？你心事阴晴圆缺，有没有重叠？多云烟飞进你眼帘，代替我出现。目送熙熙攘攘的街，别哭着闹离别。生生年临别，一眼秋水望穿到今天。夜夜念思念，长期梦里怎么长眠？
心念心动的情节，时光流淌里陈野。声声念你呢喃的从前回响在耳边，夜夜念重逢的瞬间，擦肩那天我们就已是永远。声声念临别，一眼秋水望穿到今天。夜夜念思念，成寂梦里怎么求眠？心心念心动的情节，时光流淌里陈野。声声念你呢喃的从前回响在耳边，夜夜念重逢的瞬间，擦肩那天我们就已是永远。